我要干嘛？飞天吊威亚？那你会凑满减吗？我不会干这种事儿的，这种事儿就是消费陷阱。但是男领导的话，真不太好整啊。那咱们就开除一个领导。啦啦啦啦啦！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魔女 TV， 也欢迎我们的美女网友预言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预言。我们总是在线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但我们线下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看到我们给你准备的这个横幅了吧？我们会整活还是你粉丝会整活？这个就只能说是初级吧。我来给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叫做魔女制作团，就上我们节目我们要抽这个刮刮乐，看谁能刮中100万，然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魔女富豪榜，排名前3呢，我们是欧洲10国3日游呢。我感觉有点假。来，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，叫做预言为何这样，就是我会让你看一些你的视频，然后你给我一些你的 reaction， 什么不祥的预感？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你为何这样啊？来，我们第一个视频，手指这两个不一样吗？我手都不一样长吗？哎，我真不一样长。2眉毛，我原来的眉毛这块都没了。我就指抠。3头发，第一个为何就是预言的骨骼为何就是惊奇的与众不同。你刚才来的时候，我也确实看你那个发量确实不一般。那个是我调整完了以后的，你们应该不会在我工作期间见到我真实的头发。差不多我用这样的洗发水，我差不多洗10次就洗完了。那平时对自己进行个人管理的时候，花销最大的在哪块？除了护肤品，应该是耳朵吧。我那个因为长时间戴耳机，它容易发炎，所以我就要把一些钱花在掏耳朵上面。太对口了，我天天给他们在公司挖耳朵，我还得买那可视的，然后就拿手机，然后我就喜欢看，我喜欢看，我也喜欢看，因为我没人掏，我掏不着。如此具有热搜体质的身体，如果必须要上保险的话，你会在哪个部位要上一个保险？我觉得应该是嗓子吧，因为毕竟歌手，要是突然有一天我不唱不了歌了，那我就完蛋了。来，我们下一个为何？粉丝方派出。这个我真的是。预言方派出。哥哥笑我，他笑我，我好尴尬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和粉丝互卷呢？没有，我没想到他们会干这些事儿。我寻思可能在密闭场合开放一点嘛，但是我没想到第2次在公共场合他们可以更加的开放。那你觉得当时在现场他们丢人一些，还是你替他们丢人一些？我觉得可能是我吧，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把脸都蒙起来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就是因为那天真的很快乐。那你看粉丝就是各出奇招，有激起你的胜负欲吗？我觉得我得弄成什么样才能比他们过分啊？我已经想不到了，我要干嘛？飞天吊威亚，就是从天而降，我已经想不到了。我不知道我那个唇膏过期了，然后我就抹来的，有点不对劲，然后我就拿了另一种唇膏，发现我涂了1个礼拜还没有好，结果那个唇膏也是过期的。然后这样就是节省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遗传吧。我爸就这样，原来的家专门有一个屋子是用来放那种废品。那你人生当中让你最骄傲的省钱的经历是什么？太多了，开玩笑，你看我笑了，他笑了。就是长时间跟我工作，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别知道留着，全都是攒出来的。对，我是从小就开始攒钱，我也不知道是未卜先知还是我叫预言，反正就是从很好笑。我们家原来都是有扫地5块，擦桌子5块，租床单什么多少钱，不是因为我有多能赚钱，是因为我很能省钱。虽然我这个手机就是品牌送给我的，但是你看就是非常新的，因为这样我再出新的我就可以以旧换新。那你会凑满减吗？我不会干这种事儿的，这种事儿就是消费陷阱，因为你可能只想买1件东西，哎，如果我再买20多，我就能凑这个满减。对呀，对呀，陷阱来了。你买一个东西买的没多久，它就降价了，比较难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是属于，我就买一样东西3家 APP 去搜。我以为比3家呢，人比3个 APP 耶，姐妹们，学着点儿。咱在北京现在几套房？现在
那如果说有个特别喜欢的东西有点小贵，告诉你这，但是音乐不一样，我喜欢这首歌，我就必须给它拿下，不能比价了。哎，是音乐会比价吗？你这首歌不会，那我一辈子出不了歌了，按照我这性格。咱们就是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对不对？怎么在省钱这个栏聊了这么久啊？等一，下一个为何？为何是反矫情达人？你看我笑得多开心，怎么没笑？人有什么哭的，多矫情啊！偶尔就是会觉得有一些委屈。我怎么受这么多委屈什么？这么这视频怎么委屈的？我觉得突然一下子你生活人在这个都小了。和平的世界，你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，你还叫什么委屈啊？还要干嘛呢？上天吗？我不是说矫情不好啊，我是觉得有的地方可以矫情，但有的地方不能矫情。但是像我这样，我就是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矫情，非常中肯的呢。什么事情冷静处理，理智面对，可以让你的办事效率更高一些。有没有想过说话太直的这个特点会不会得罪人呢？咋的呀？我觉得我应该得罪很多人吧，应该得罪过超多人吧。我可能讨厌这个人，我不会表现出来，我可能就是不理他了，就不理他了，就会回头反应过来，哦，稍微是得罪他一下，还是说别人告诉你才？有的时候是故意得罪，就是让你知道我生气了；有的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，然后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没办法，那我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就是喜欢我，那我这样会活得很累的。对呀，你又不是人民币。vlog 里面就是妈妈总会特别出演嘛，然后经常在背后语出惊人。今天的这个衣服是什么风格？酒店服务员风，渣女。我哪里渣？说话很直啊，反矫情这个性格遗传了妈妈多少的基因我不遗传他，我觉得啊？不是，他是一个很矫情的人，他是属于那种我天天都要哄着他，每天都要阴阳怪气我。他是一个最会阴阳怪气的人了。我们俩喜欢看电影，但我们俩又不是喜欢看一种类型，所以他每一次都阴阳怪气我。哎，不看就不看吧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那么想看。但是吧，我感觉这应该挺好看的。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孝顺，无所谓。那如果日常和妈妈那个拌嘴的话，胜负几开？他造谣，他是属于那种瞎说八道，他是属于那种。对，所以你每次都得哄着他。因为我没办法，我是闺女啊，我也不能凌驾于他之上。反正要是一般人的话，我肯定能说得过的。像我这张嘴，我怎么能说不过别人？她是我妈呀，我就让着点呗，能咋办？我是个孝顺的人。来，就因为咱们这个说话太直接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心眼子测试，我给你几个心眼子，然后你看看你要怎么去回复他。开会的时候准备了5杯咖啡，但却来了6个领导，你要怎么处理啊？你这也不太好说呀，你也不能跟人领导说我拿不下了，你说我得再去拿一杯，那这肯定不太好啊。最好来的是一个女领导，我可以给她准备一个什么姜茶之类的这种。但是男领导的话，真不太好整啊。咱们就开除一个领导。啊？什么？好，来我们第2题，就是你正在喝奶茶，然后一个不太熟的同性同事伸过头来说：“来，给我嘬一口。”但是你心里挺介意的，你应该怎么说？我可能会说我感冒了吧，我可能会说我再给你买一杯吧，我说别传染了。你知道网友热评是说，我刚刚不小心吐回去了，应该没啥事儿吧？这怎么都搞恶心这一套？我刚才喝了一下，我数了这个珍珠好像是多少克。学到了，这心眼的这个不错。第一个环节，语言为何这样就全部都结束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真觉得，对我真觉得挖掘了很多没有发现的那一面。来，我们开始刮奖了。我们这里面还有那些，因为你刮这个东西可上瘾呢，可不能上瘾啊。886是算86块钱，86块钱，嗯，这是7456。7456，气死我了！来帮玉璇算一下，我们第一个环节赚了多少钱8342啊？咱们距离百万富翁还有挺长一段距离，但没关系。我这也太……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来，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 balance game。你的世界里只有钱吗？没有感情吗？你的闺蜜知道你这样吗？你主动如果要是被拒绝的话，那你就换一个人主动。全掉了，咋的？你不乐意是咋的？不用按你画波谱，一步自强行走的艺术。